王志安以及家暴的争议可以说引爆网络纷纷嚷嚷已经十几天了。理听的是后发制人，要起诉王志安诽谤。所以家暴一直是这个网络事件的核心话题。今天呢，我们来谈论的故事也和家暴有关，是一个13岁的女孩和家暴的故事，也是另外一个安迪故事前两天我们介绍过两个安迪一个是台湾的网红，一个是德国的钢琴家但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安迪可不是什么正面形象最近那个谢安迪开盒孕妇这个词儿是刷爆了各大社交平台。别误会这不是什么百度副总裁女儿怀孕的八卦，而是呢一场由13岁的这个小女孩引发的这个隐私泄露的风暴。所谓开盒就是网络黑化就是源自游戏圈里面开盒验货现在呢就变成了一种极端的网络暴力形式，把他人的个人隐私信息，像真实姓名、住址、电话、工作单位统统公开在网上，让受害人无处可藏，处于裸奔的这个状态。这种行为不仅仅是侵犯隐私，更会引发现实中的骚扰，后果是非常恶劣的。这个事情开始是一位网友对韩国女艺人张元英粉丝的这个评论当时有粉丝就感叹说，这个张元英在24小时内往返两地看秀的这个紧密行程表示心疼偶像的这个魔鬼行程。那有一位网友看后就评论说张元英她不是自己开飞机而是在头等舱休息，称不上魔鬼行程，认为这个粉丝说得过了。这本来是一个很普通的网络评论但是意外的呢，把发表评论的普通人就推到了这个灾难的漩涡。那有一位张元英的粉丝和其他的粉丝后来其中之一被证实是百度副总裁谢广军的13岁女儿，叫谢安迪，对这位网友进行了开盒。随后呢，大批张元英的粉丝对这个网友展开了网络暴力，包括呢在他的社交账号下辱骂诅咒这位正处于孕期的这个女士流产，甚至对她进行电话短信的骚扰，各种行为已经触碰了法律底线。那么我们在了解这件事之前我们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争端中心的这个所谓偶像张元英作为 IVE 女团的成员这个张元英可不是普通的这个韩国偶像他爸爸是地地道道的山东人，据说至今还有中国国籍，所以他肯定能听得懂山东话，他估计说不太好所以他从未用中文发表过正式谈话。那这位有中国血统的韩流明星如今在韩国娱乐圈那是很受欢迎的，凭借他精致的这个外表和舞台的这个表现力呢，在中韩两国都收获了大量的热情的粉丝。那讽刺的是这次被粉丝开盒的这个受害者也是山东人，这不仅就让人感叹这是中国人坑中国人，老乡坑老乡那作为一位年轻的偶像这个张元英呢是经常出席各种时尚活动行程确实是不轻松。然而呢，正如那位遭遇网暴的网友所言，明星们的辛苦比如说坐头等舱全程有团队照料是吧，住5星级酒店，和普通人的工作生活根本就不是一个概念，这本来是一个可以理性讨论的话题。然而就因为这种极端粉丝的介入，就变成了一个隐私泄露的这么一个灾难。那随着这个事件的持续发酵网友们呢也开始对这位带头的开盒粉丝进行了调查。通过他自己发布的这种炫耀的信息网友们就发现这位粉丝他的父亲是百度的副总裁谢广军。但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个开盒者他只有13岁目前呢在加拿大留学。在一张流传的这个截图里边有人问他，你要开谁的盒他回答说，我家长给的。就暗示呢他所使用的个人信息可能来自他父亲提供的数据。那虽然关于数据的确切证据还没有确定可能来自百度数据库也可能来自所谓的社工库，但是这个事件确实是引发了老百姓对于大型互联网大厂它的数据管理安全的这种严重关切实际上数据到底来自哪里它是一个确实未知的那么有一定概率呢它是来自百度也可能来自社工库就这张图片我们看看这张图片。这张图片说百度数据库可以开盒全家，你们不知道吗？这个图片是 PS 的因为它上下文的字体它显然是不同的。你看原来图片那个留言是黑体的，下边加的那行字是仿宋体，所以
这个 PS 图片它是错误的啊，甚至可能是犯法的。但是他说的这个内容倒是确实的啊，百度啊，它确实是有能力知道绝大多数中国人的隐私数据啊。那么，面对日益高涨的这个舆论啊，这个谢广军呢就在他微信朋友圈里发了道歉声明，就这图片啊。然而他这个道歉啊，不仅没有平息争议，反而进一步激化了这个公众情绪。那谢广军的道歉啊，主要表达了几点啊，一个呢就是女儿啊，是在情绪失控下，这个确实公开了他人信息啊。第二呢，强调女儿年仅13岁，心智尚未成熟啊。第三，表示自己作为父亲未能及时察觉并引导他正确处理问题。第四呢，是呼吁公众啊停止扩散相关内容，给女儿改正和成长的空间。那这份网友啊就被广大网友批评为缺乏真诚和责任担当，因为你道歉啊，你仅仅发布在朋友圈是吧，而不是发表在公开平台，就显然他不愿意真正面对啊公众的态度。另外呢，就是他这个通篇没有向受害者道歉，而是向受影响的朋友致歉。再一个呢，就过分强调女儿年龄小，承受压力大，却对受害者的这个伤害是轻描淡写。最后完全就回避了数据的这个核心来源问题，也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补救措施。可能大家还记得去年这个时候啊，2024年的3月10号，河北邯郸肥乡县北高镇张庄村啊，3名初中生杀害同学，埋尸大棚。这3个犯罪嫌疑人的心理素质极强，直到调出监控数据，主犯才被指认。找到尸体后才发现啊，受害者已经面目全非了。这3名犯罪嫌疑人作案的时候就是已满12周岁，不满14岁，和这个谢安迪是一样的13岁啊。所以啊，故人杀人致被害人死亡，最后主犯呢是被判无期。所以未成年犯罪不是就能逃脱法律制裁的啊。所以谢总啊，应该是学法啊。我们前几天啊讲过这个道歉的3原则是吧？所谓3R 原则嘛，就一个就是承认错误 recognition responsibility 承担责任remedy 提出补救啊，来评判这个事儿。所以这份道歉那几乎是每一方面都显得不足。比如错误承认的不彻底啊，不是争执啊，是你姑娘没事找事故意网络伤害是吧？起码你可以来个打码的一个道歉视频，哪怕装的是声泪俱下的啊，也能获得这个部分网友的这个原谅啊。而且呢，赔偿是一句也没提，起码你得赔1年的工资吧，补救就更不要说了啊。在朋友圈发个消息，你那是给罗宾看的是吧？不是给网友看的啊。所以这个随着事件的持续发酵啊，这个影响啊已经超出了个人范围啊，涉及到了这个百度的公司的业务和发展。虽然百度啊在最近提出来一个就所谓的文心一言 4.5 啊想发布，但是它产品的发布页呢评论区被网友攻陷了啊，铺天盖地的全是关于这个谢安迪开壳事件的评论。那官方呢想试图这个控评空入，一夜之间呢，百度股价也出现了明显波动，这足以证明啊，在现在这个社会，高管和他家庭成员这些权贵阶层，他的言行啊，他可以直接影响到公司的声誉和市值的。那网友们呢是群情激愤啊，纷纷质疑百度的这个数据安全管理机制，有人甚至啊，直接就卸载了所有的百度系的 APP 啊，表示我再也不敢用百度了。卸了没用的啊！实际上，网络上流传最广的这个说法是什么呢？百度有叛国风险。今天一个身在加拿大的13岁家属就可以随意调取中国人的信息，那么是不是意味着百度员工家属可以随意调取中国人的信息？那么百度的员工把中国信息库贩卖给美国、日本、加拿大，是不是也非常容易？这有点夸张了啊！那这句话啊，被无数网友呢复制粘贴，几乎成了这次事件的一个标语口号，把公众对数据安全的担忧啊上升到了国家安全的这个高度。所以有网友甚至调侃说呢，我们的隐私啊，可能比我们自己还了解自己在加拿大的小公主要更安全啊。所以作为这个事件的间接的相关方啊，张元英本人啊，虽然没有直接的参与任何的争端，但是他的商业代言啊也受到了波及啊，他的代言品牌的评论区啊也迅速沦陷了，网友们发出了买了张元英代言的品牌后啊，会不会被张元英粉丝开盒的这个质疑。有网友呢甚至创造性的用粉丝控评的这个方式来抵制张元英啊，讽刺性的把它称为
开盒大师，新生代人肉大师。所以这种现象啊，也反映出这个粉丝行为啊是偶像买单的这个就是残酷的现实。即便你偶像本人没有过错啊，那么极端粉丝的这个行为仍然会对他的职业啊，他的职业生涯产生很多负面的影响。所以在这个事件的背后啊，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日益极端化的这个饭圈文化。这个所谓饭圈啊，就是粉丝聚集交流的社区啊，原本呢应该是分享喜悦、支持偶像的正线空间，但是近年来这个饭圈文化呀逐渐变质啊，呈现出很多让人担忧的这个特征。首先就是极端的二元化对立思维，在某些饭圈中啊，任何不完全赞同偶像的声音都被视为黑粉或者敌人，这种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使得理性讨论啊几乎变得不可能。哎，想起谁了？董王。对，董王现在粉丝也是这样的啊。其次呢，就是集体狂热和暴力倾向。当某一群体啊认定了敌人，往往会发动大规模的这个网络攻击，完全不顾及这个道德和法律底线。实际上，这个在这次这个事件中啊，网暴者甚至对一位孕妇用言语攻击、诅咒的流产，这种恶毒程度让人触目惊心。第三呢，就是身份认同的扭曲啊，一个粉丝啊，把自我价值呢过度的绑定到偶像身上，就导致任何针对偶像的批评呢，都被视为对自身的攻击，从而引发这种不成比例的这种防御性的反应。最后啊，这个饭圈还普遍存在这个信息茧房，封闭的这个社区环境啊，使他们的观点日益极端化，群体思维和从众心理啊，更加强化了成员的这种偏激行为。所以面对这样的网络暴力，受害者这个维权啊，他就变得特别的难。按照受害者自述啊，他已经采取了多种行动，比如向警方报案，但是被告知呢没有立案标准，给加拿大西安离就读的学校发邮件，截至目前呢也没有回应，然后联系媒体呢希望曝光事件，却得知呢这个话题不能碰。咨询律师准备起诉讼，就面临的呢取证困难、跨国诉讼程序繁琐这些多重障碍。所以这个情况就反映啊，当前网络暴力治理的这个困境，就是现有的法律法规对于这类行为它的惩处力度不足，让这种跨国案件的处理就更复杂了。而当事人呢又是未成年，所以法律保护和责任追究之间这个平衡就更加难以把握。那么跨国诉讼啊，这个繁琐程度啊，那是不可想象的。那在这起事件中啊，网友们的评论呢也是非常有见地的。比如说有一些值得反思的观点，就是关键这都不够立案标准吗？他质疑啊现行法律对于网络侵权行为的界定标准。再一个就是百度有叛国风险，今天一个身在加拿大的13岁家属可以随意调取中国的信息，就把个人隐私安全上升到所谓国家安全的高度。那么还有就是说，这种未成年犯罪是否容易逃脱责任，就质疑啊当前对未成年人法律保护是否过度。另外一个呢，就从他爹道歉的这个程度来看，他认为女儿受到的网暴比他女儿造成的伤害更大，就是这种不对等的受害者认知啊。还有就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反思家庭教育啊对孩子行为的影响。还有呢，就是他爸还说女儿也受到了伤害，不难理解为啥会养出这样的女儿了，就是批评谢广军的这种护短的心态，是吧？还有说呢，就是一个13岁小孩如何想到让别人家去家暴孕妇，这种恶毒它从何而来啊？这就是我们开始说的话题，我们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和价值观的这种担忧。所以这种评论啊，就从不同角度就展示了公众对这个事件的关注点，也反映了我们对于未成年网络行为、这个家庭教育和法律监管、企业责任的这些思考。那这个事件啊，这个给那些动辄就把孩子送去国外的这个精英家庭可以说当头一棒。拜托呀，你把孩子送出国留学前，能不能先确保他们脑子里边装的不是一坨浆糊，是吧？我们看看谢广军这位百度的副总，家里一个月至少22万这么个收入送女儿去加拿大镀金，结果教出什么了呢？一个13岁就能熟练开盒，组织网暴，还能对于孕妇说出什么希望你老公家暴你，这种毫无人性这种话语的可以说是小恶魔啊。所以最搞笑的是谢广军那份发在朋友圈里边的道歉信嘛，就字里行间都是我女儿还小你们别网暴她了，她承受了太大的压力了。
拜托呀，你们女儿开喝别人的时候，你怎么不想想别人的压力呢？对吧？这不就是典型的人人喊打的那个李什么李刚嘛？啊，他爹是李刚那个事儿嘛？他们家孩子呀可以为所欲为，哎，你们这些屁民啊，被欺负了就认了吧啊！所以对于这些小刘的家长啊，我是只想说啊，别再整天吹嘘什么国际化视野了啊，先教会你们家孩子做个正常人再说。孩子的行为啊，就是父母的镜子。谢安迪的这个恶毒程度，恐怕也是耳濡目染而来的。说到底，这个饭圈文化啊，已经变成了一种可怕的集体精神的疾病啊！一大群人围着一个偶像转，把对方神化到不容半点质疑的这种地步啊！任何不同意见都会招来疯狂反击。这个张元英的这个粉丝群里面都叫他什么嘛？叫他元首。所以这次事件里边啊，一个网友只是说了一句“做头等舱不算辛苦”，就被一群张元英的粉丝当成了杀父仇人。更恐怖的是呢，他们为了维护偶像啊，竟然对一个孕妇进行人肉搜索、电话骚扰，然后网络辱骂，甚至诅咒她流产。这哪是追星啊，这就是邪教啊！所以韩流饭圈这个毒性之强是让人震惊的。所以有人提出限韩令还是有点道理的，它不是针对艺人本身，而是针对这种畸形文化对年轻人的这种毒害。那些韩流明星啊，他本身呢可能是无辜的，但是他们吸引的粉丝群体中确实有不少这个极端的分子，而这些明星和他的经纪公司啊，对这个往往采取默许甚至鼓励的态度。毕竟啊，疯狂的粉丝呢，往往意味着源源不断的收入。那谢安迪开盒的事件啊，只是冰山一角啊，它揭示了就是当前互联网环境下的这种恶化啊，未成年网络暴力的泛滥，大公司数据安全是形同虚设，特权阶层是为所欲为，而普通人一旦被盯上，就只能自认倒霉了。那更讽刺的是啊，就是普通人维权的之难啊，受害者报警吧，警察说不能立案；联系媒体呢，媒体说这个话题不能碰；咨询律师呢，律师说打官司难度大；给谢安迪余额发邮件呢，有石沉大海。而另一边呢，谢安迪在加拿大还过着悠闲日子，最多呢被他爹严肃的批评一下。这就是赤裸裸的不公，权力、金钱、资源的不对等啊，让法律就变成了只约束普通人的规则。所以我们从肖恩啊、王志安到谢广军啊，我们发现油腻的中国老男人对于道歉啊，特别是如何真诚的道歉，真的是不太熟啊，所以就造成了一次一次的公关灾难，也给我们这些好事者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大瓜。没办法，是他们自己作，能埋怨咱们吃瓜的吗？那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能做的呀，也许很有限啊，但至少呢，我们可以一起发声，让这样的事件不会被轻易抹去。我们可以拒绝使用那些不尊重用户隐私的产品和服务，我们可以教育下一代的什么是真正的尊重和网络道德。那讲到这儿啊，我想起一个很好玩的频道啊，讲的是北京的房地产什么的啊，好像这个频道叫什么忐忑的可乐饼，这哥们儿他就是街拍啊。有一期啊，他说起海淀的这个房子，说很多有钱人的孩子呀，其实不愿意很小就送出去的啊。那董王不都是说过，说中国的教育好吗？所以啊，要给孩子打好基础再出国。我听起来是很有道理的样子，对吧？但是看了下边一个网友的留言，我就喷了啊，说呢，让孩子打好基础，这种观念好比啊，农民务农有机会到大城市工作，他却要在农村锻炼好身体，以后到大城市啊，具有体力优势。那么现在看看呢，这个从小送到加拿大的也没多好啊。当然你可以说这是个案啊，但是熟悉这个小刘的这些朋友，你都知道啊。不少确实是学坏了啊，所以你说这是基因还是父母的原因呢？看了老谢的回答，我觉得你可能有自己答案了。最后啊，我们要对那些仍在追星的年轻人，我想说呢，你的偶像啊不会因为你攻击别人而多爱你一分，但可能啊因为这个而毁了你自己的一生。偶像终究还是陌生人，而你的行为却定义了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好吧，这就是今天啊关于谢安迪网暴孕妇的这么一个消息，跟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